小雪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20个节气，也是冬季的第2个节气。今年的小雪节气阳历时间为11月22日。小雪的到来标志着天气逐渐寒冷，降水形式从雨转变为雪，但此时降雪量不大，因此得名小雪。小雪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冬季的气息越来越浓厚。不同于立冬，立冬节气只是表示冬季的开始，而小雪则带来了实际的寒冷。这个时节，天气逐渐寒冷，气温开始显著下降，尤其是北方地区，寒气逼人，白天气温较低，早晚温差大。此时，降水不再以雨为主，而是逐渐转为雪。尽管雪量较小，但它却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寒冬。雪的降临不仅仅是温度变化的反应，它也代表了冬季气候的转折点，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寒冷的季节。在小雪节气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北方的气候逐渐干燥寒冷，而南方虽然气温没有北方那么低，但空气中的湿气也开始逐渐增加。不同地域的气候特征在这个节气里交织在一起，标志着真正的冬天逐步接近。大家好，这里是智慧人生，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从农事角度来看，小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农民在这个节气开始注意防寒保暖措施，尤其是对于尚未收获的冬季作物来说，需要做好保温防冻工作。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北方地区，农田的管理将变得更加复杂，农民们需要注意降雪对作物的影响。小雪前后，气温骤降，田间的灌溉工作需要适时进行调整，防止因低温天气导致土地冻裂或作物冻害。此外，很多地方也会进行冬季农田管理的准备工作，为春天的播种打下基础。小雪不仅仅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信号，也承载了农事的变化。小雪主要反映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特点。北方地区进入封冻季节，呈现出初冬的景象，正如诗句所言，荷尽以无情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虽然荷花凋谢，荷叶枯萎，但菊花仍然傲立双峰，展现顽强生命力。古籍《群芳谱》记载，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深而雪未大也。这说明小雪节气标志了降雪的开始，但地面温度上不够低，降雪次数和雪量均较少。小雪节气在气候上的表现尤为显著，尤其是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是进入冬季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节气里，北方地区的气温显著降低，白天的气温已经开始接近0度，晚上温度则更低。而南方虽然没有北方那么冷，但日照时间短，空气湿度较大，寒意渐生。北方的降雪虽然尚未达到大雪节气的程度，但已为之后的降雪奠定了基础。小雪的降雪往往是间歇性的，雪量较小，但却足以让北方的气候变得更加严寒。这段时间，北方的自然景象明显进入冬季模式，尤其是田野、
河流和山川的景色都逐渐从秋天的金黄变为冬天的寒冷与萧瑟。诗人笔下的河尽以无情欲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也准确描述了小雪节气的自然景象。荷花已经凋谢，荷叶枯萎，秋天的残余景象逐渐消失，而菊花依然在寒风霜雪中傲立，象征着坚韧与顽强。这个节气所反映的不仅仅是自然界植物的枯萎，更是大自然万物进入冬眠的开始。虽然天气寒冷，但菊花的坚韧让人感受到冬天的另一种生机与希望。正如《群芳谱》中所记，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深而雪未大也。小雪节气的到来意味着降雪即将增多，但由于地面尚未完全冷却，雪量较小，降雪更偏向初雪的象征意义，而非大规模的雪暴。小雪期间，阴气渐盛，气温降低，人们的生活节奏和养生习惯需要随之调整。在起居方面，建议顺应自然早睡晚起，晚上10点前入睡，早上6点后起床，以保证充足睡眠。在日照时间短暂的冬季，上午9点至下午1点是晒太阳和进行运动的最佳时段。适量散步，练习太极拳，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能补充阳气，缓解情绪低落等问题。随着小雪节气的到来，阴气逐渐增加，气温开始逐步降低，人体在这一过程中会感受到明显的生理变化。寒冷的天气容易让人的阳气减弱，导致精神不振，身体乏力，因此在起居作息上必须适应季节变化，保持良好的生活节奏。这个时节，建议大家遵循自然规律，早睡晚起。晚上10点前入睡，早上6点后起床，是保证充足休息的最佳时段。冬季阳光短暂，白天活动时间有限，因此白天尽量多晒晒太阳，尤其是在上午9点至下午1点之间，阳光最为温暖。适度的阳光照射有助于补充体内阳气，促进血液循环，预防冬季常见的抑郁症状和身体不适。此外，适量运动也是冬季养生的重要内容。小雪时节的寒冷天气虽然不适合进行过于剧烈的运动，但可以选择散步、练习太极拳等温和的运动方式。这些运动既能够舒展筋骨，保持身体的柔韧性，又能调节气血，改善新陈代谢。在寒冷的冬季，人的情绪容易变得低落，尤其是阳光短暂的日子里，很多人容易出现情绪不佳、失眠等问题。适量的阳光和运动不仅能缓解这种不良情绪，还能促进身体的整体健康。尤其是中老年人，更需要通过适当的锻炼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以应对寒冷季节带来的健康挑战。饮食上，建议多食温补食物，如核桃、芝麻、牛羊肉、黄豆、白菜等，同时适量增加黑色食物，如黑豆、黑芝麻、黑枣等，这些食物有助于补肾养生。然而，小雪期间不宜过多食用辛辣食物，如辣椒、胡椒等，以免耗散气血。此外，饮酒也需节制，
避免因寒冷天气影响血液循环，诱发健康问题。小雪节气期间，饮食的选择尤为重要，因为这个时期天气寒冷，人体的阳气逐渐减弱，需要通过饮食进行适当的温补。建议多食用温补食物，尤其是具有养阴补阳作用的食物，如核桃、芝麻、牛羊肉、黄豆、白菜等。核桃和芝麻具有润燥、养血、补肾的功效，非常适合在寒冷的季节食用。牛羊肉是温补食材，能够有效增强身体的抗寒能力，帮助身体保持热量，防止寒冷天气引发的身体不适。白菜和黄豆具有清热、养胃的作用，能够帮助消化，预防冬季寒冷天气导致的消化不良。此外，小雪节气期间，黑色食物尤为适合食用。黑豆、黑芝麻、黑枣等黑色食物具有补肾养血、增强体力的作用，有助于调节身体的阴阳平衡。在寒冷的冬季，肾脏容易受到寒气的侵袭，因此适量增加黑色食物的摄入，有助于加强肾脏的功能，维持体内的水分平衡。虽然冬季是人们偏爱辛辣食物的时节，但在小雪期间，过多食用辛辣食物，如辣椒、胡椒等，容易耗散气血，损害脾胃功能，甚至可能导致体内湿气和寒气滞留。因此，适量节制辛辣食物非常重要，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健康问题。同时，虽然冬季寒冷，很多人会习惯性的喝酒取暖，但在小雪节气期间，过度饮酒同样不宜。酒精具有一定的温热作用，但也容易导致血液循环问题，尤其是在寒冷的气候中，酒精的刺激可能会使身体更加感受到寒冷，从而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因此，在小雪节气时，建议适度饮酒，避免过量，以免对身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小雪的节气特点在风水运势上也有体现。小雪属水，命里喜水的人适合在此时进行投资、求职、结婚或搬迁等活动。属狗、龙、羊、牛的朋友，尤其是农历3月、6月、9月、12月出生者，此时运势较佳。家居风水方面，西北或正北方位摆放一杯清水，可以助力好运提升。东北方作为财位，可摆放大叶植物、保险柜或储蓄罐，以吸纳财富气场。小雪节气不仅仅是一个气候和生理适应的时刻，它在风水命理上也有着特殊的意义。根据五行理论，小雪属水，而水的性质与流动、包容、滋养等特性密切相关。在这个时节，命理上适合水的人，尤其是那些五行中水旺的人，可以利用这个节气来进行一些有利的活动。水旺的人在这个节气中会感到运势逐渐回升，可以进行投资、求职、结婚或搬迁等活动。这个时节，北方的寒冷气候与水的五行属性相契合，适合进行一些涉及水的事物，例如投资、商业活动和学业提升都可能获得较好的成果。此外，属狗、龙、羊、牛的朋友，在小雪期间
也会迎来相对较好的运势，尤其是那些农历3月、6月、9月、12月出生的朋友，此时的运势会表现得更加顺利。对于这些朋友而言，小雪节气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机来进行个人事业的突破或是家庭生活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未婚的朋友来说，小雪节气带来的正气和祥和氛围，有助于促进婚姻和恋爱关系的发展。在家居风水方面，西北或正北方位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提升运势的人来说，可以在西北或正北方位摆放一杯清水，水的流动象征着好运的传递，能够有效地帮助家居提升气场和运势。此外，东北方作为财位，适合摆放一些大叶植物、保险柜或储蓄罐等，这些物品有助于吸纳财富和提升财运。通过简单的风水布局，可以有效地助力个人的事业和生活运势。小雪节气不仅标志着冬季寒冷的到来，也反映了自然界的气候转变和人们生活习惯的调整。在这个节气里，天气逐渐寒冷，降水从雨转为雪，虽雪量不大，但却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严冬。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健康保养应根据季节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在作息、饮食和运动方面，要注重温补与阳气的平衡。小雪节气对农事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北方地区，农民需做好防寒保暖的准备。同时，节气与风水命理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小雪时节适合水旺命理的人进行投资和求职等活动，而家居布局方面，则可通过特定方位的风水布置提升运势和财运。总的来说，小雪节气是自然与人文、气候与养生、命理与风水交织的时刻。顺应这一节气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调整自身状态，迎接冬季的挑战和机遇。感谢你看到最后，回复一句三阳开泰，祝愿你阳气永驻，与光明相伴。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